之前讲了2期国外公司的黑历史，现在轮到国内公司了。本次登场的就是小米。自2010年成立以来，就以科技发烧自称。那这些年来有过哪些黑历史呢？我找到了最严重的10起，就让我们一起品鉴下吧。1. 耍猴饥饿营销，这是小米扬名立万的压箱底绝活。早期的小米手机永远处于1秒售罄的状态，小米通过压低出货量制造抢购假象，美名其曰产能不足，实则是人为制造供需失衡，让消费者守着电脑抢购的行为被网友愤怒地称为耍猴。雷军也因此喜提猴王称号。这种营销模式虽然让小米在零广告预算下完成了原始积累，但也透支了品牌的信任度，让耍猴成了小米早期抹不掉的负面标签。2. 小米4一块钢板的艺术之旅。2014年小米4发布会，雷军用大量篇幅讲述了奥斯体304不锈钢的加工工艺，称其为一块钢板的艺术之旅。然而尴尬的是，所谓的奥斯体304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暖壶、不锈钢盆甚至马桶盖的材质。这种把行业极其普遍的原材料通过修辞手法包装成顶级黑科技的营销话术，引发了全网大规模的嘲讽。小米营销进入了重新定义材料学的阶段，也让用户开始警惕小米4 PPT 里的形容词。3. 红米 Note 2换屏门。2015年红米 Note 2发布时，官方宣传页面明确标注使用的是夏普 GDI 的进口屏幕，但在实际发货后，大量用户通过检测发现，到手的却是国产天马屏，屏幕数字与宣传描述存在明显色差和拖影。更骚的操作是，事情败露后，小米悄悄修改了官网宣传图，试图通过抹除证据来息事宁人。这种偷梁换柱的行为彻底激怒了米粉，不仅引发了大规模退货，也让小米背上了虚假宣传的黑历史，被视为小米供应链管理和诚信的一次重大崩塌。4. 小米8透明探索版 3D 贴纸。2018年小米8透明探索版发布，其背部透明机身下外露的精密芯片电路惊艳全场。雷军在发布会上宣称这是真芯片并非贴纸，但事实证明这确实不是一张纸，而是一块没有电路功能的装饰性主板。虽然它是用晶硅源精密加工出来的立体装饰，但它对手机运行没有任何实际贡献，本质上只是一块 3D 立体贴纸。这种为了营造技术美感而进行的诱导性宣传，让小米在极客群体中的口碑瞬间崩塌。5. 米墨几抄袭争议。小米在发布 CC9 系列时推出了米墨几萌派功能，但其卡通头像的设计风格、神态表达甚至功能逻辑都被质疑像素级抄袭苹果的咪墨几，连名字都只差了一个字母。最翻车的是，小米在某电商平台的宣传页面上竟然直接挂上了苹果咪墨几的官方宣传广告视频，这种抄作业连名字都抄上去的行为，让小米公关部陷入了巨大的尴尬。尽管小米官方发布措辞严厉的声明否认抄袭，但在证据面前，这种嘴硬更像是对外界审美和智商的挑衅。6. 小米10青春版低俗营销翻车。2020年，小米副总裁长城在微博宣传小米10青春版的便捷功能时，使用了看对面女生宿舍、看裤裆等极具暗示性的低俗文案。作为一家头部企业的核心高管，在公开平台发布这种猥琐且带有偷窥倾向的营销内容，直接拉低了小米品牌的格调。这一事件引发了女性用户和主流媒体的强烈抨击，小米最终不得不公开致歉并罚款。这不仅是公关的灾难，更暴露了小米当时在冲击高端过程中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屌丝营销路径依赖。7. 得屌丝者得天下事件。在2020年的一场行业论坛上，小米高管王妹直言，小米认为未来的天下得屌丝者得天下，得年轻人得天下。这话虽然听起来像是大实话，但在小米极力想撕掉低端标签，冲击高端市场的关键期，自家高管直接给用户贴上屌丝标签，无异于背刺用户。这种自杀式的言论让无数自诩米粉的用户感到被冒犯，调侃自己攒钱买小米，最后却成了官方认证的屌丝。随后王梅引咎辞职，但小米品牌的廉价感却又一次被作死。8. 小米11系列大规模烧主板。小米11系列是小米历史上最大的产品质量事故。由于骁龙888芯片的高发热量加上小米内部堆叠设计的缺陷，导致大量用户在正常使用中出现 WiFi 4.0死机，最终导致主板烧毁，用户数据全失。面对铺天盖地的维权，小米最初的售后政策显得极其被动，直到舆论压力无法控制才出台的延保方案。这一事件彻底打断了小米冲击高端的
节奏，至今仍是很多米粉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9. 小米苏7车门微动开关事件。小米苏7上市初期，有博主拆解发现苏7车门把手其实就是个鼠标同款微动开关，和真正的车门锁机构没有任何机械连接，只能发送电控信号解锁车门。这种设计在平时很优雅，但在车祸落水等极端场景下，可能会出现无法解锁车门的情况。随后墨菲定律生效，3名女大学生夜间驾驶苏7发生事故，车辆发生爆燃，车门无法打开，3名女大学生被活活烧死在了车里。随后成都又发生一起苏7事故，车主酒驾超速发生事故，但这次不同的是，有人拍下了事故过程，车主侧车门和车窗玻璃完好，有路人尝试拉开车门营救发现无法拉开，绝望尝试走击车窗也无法破窗，最终车主被活活烧死在车里。最搞笑的是，原来是翔翔啊，这位博主，他的一期视频想炸小米一手，提前拆了小米的小电瓶，想营造苏7车祸后打不开门的效果，结果被小米法务部送进去了，还没出来，属于是过程错误，结果正确。10. 苏7 Ultra 碳纤维机盖事件，这是近期小米最大的公关危机。苏7 Ultra 发布时，雷军重点强调了一块价值 4.2 万的碳纤维双风道机盖，号称复刻原型车设计，具备导流与辅助散热能力，但车主提车后直接上烟雾测试，结果风道不出气，只进不动，拆开发现内部结构与普通机盖几乎一致，于是剧情急转直下，从赛道黑科技变成了挖孔桩事件，维权群迅速成型，退车退定金，起诉索赔一条龙。小米的回应也很典型，修改宣传口径，弱化功能描述，再送2000块积分，试图平息舆论。问题的关键不在机盖有没有用，而在于你卖的是性能，结果交付的是样子货，消费者又一次被耍猴欺诈。好了，看完这10起小米黑历史，你觉得小米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呢？欢迎在评论区弹幕留言，我们下期视频再见。